恩怨因果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虚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岂敢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轮回。山河明媚，只手与余晖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尘飞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去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停！大哥令，夫人吩咐过，来了之后要把所有的灯都熄灭。您看，灭了。熄灯。大哥令，您小心台阶。大哥令，大哥令，严书立带着一个陌生男子去了我的寝室，让我们在这儿等。韩郎君，你这段日子都躲哪儿去了？哎，你怎么这就要走了？韩世远，世远跑了。确定这人是韩世元？是他，那天他就是这么跑的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，一模一样。对，一模一样。那天你被明堂火光所惊，再加上东明西暗，人往西走，那天你根本没有看清楚他的正脸。不是他，可是刚刚明明是他呀，那天也是他。刚刚屋子里的不是他，那天也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影子。当日，兰贵州借影子伪造了韩世元还在屋内的假象，之后他装扮成韩世元出门向西而去，恰好碰见东面的明堂失火，产生了巨大的光亮，分散了注意力，以至于造成目击学子误以为他就是韩世元。你这是妄自揣测。5月初7，世元明明就在屋里，然后出门向西去了。问题就在于，无论是你，还是屋外目击的这位学子，都表示只有韩世元一个人出了门。你在屋内，屋里有灯，里明外暗的情况下，你又是怎么看到韩世元往西去了？严书立说的是，这屋里亮灯，确实看不到外面。至于为什么要伪造5月初7夜里韩世元还在弘文馆，那就要问问他的这位好同屋了。带走。学子们都散了吧。阿潘，今日真是多谢你了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这个阿潘到底是谁啊？我看夫人和他笑语盈盈的，倒像是老相识了。严书立，今日在下还有事，便不做久留了。你这就要走了？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好好道谢呢。有缘自会相见，以后若有事，随时来鬼市找我。一言为定。是吗？是啊，夫人在府里可从来没有这么开怀过。今日真是多亏了阿潘，案情才能顺利告破。
去内卫府不带我吗？还没审讯呢。自己想办法。又发什么疯？大哥领，查过了，那个阿潘叫潘驰，在江南破过几桩疑案。大哥领，现在开始审吗？你们要问就问，要审就审，闭嘴！夫人。审得怎么样？夫人，你可算来了，就等你了。爬都该爬来了，还不开审？你以为韩世元私奔后不会再出现，便伪造他在场，将杀人嫌疑栽赃给他。是啊，世元明明说初六夜里就跟爱人私奔，我没有要害世元，我知道他要走，我只是想见他的名头。但这好像不是你的杀人动机吧？你句句围绕韩世元，却只字不提那个被你杀了的学子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杀人？他有什么好提的？他弄坏了我的诗集，他不该死吗？就因为他弄坏了你的诗集，就杀害了自己的同窗？那本诗集对我很重要。世元是我唯一的朋友。自从世元跟叶三娘在一起之后，我熬了好多个通宵，超疼的那本诗集，是我送给世元的礼物。啊，我的诗集不就是本抄的破诗集？你以为你是潘延之吗？以为这破诗集真的会有人当宝一样喜欢吗？哼，一沓废纸。我的诗集。怎么敢毁了他？还敢嘲讽我？你杀人，又故意栽赃给韩世元，其实你心底盼着他听到消息回来。韩世元回到襄安后就失踪了，你是不是见过他？你把韩世元藏在哪儿了？在昔日一个废弃的旧方库房里。这兰桂洲，平日竟在此处虐杀动物，他内心如此扭曲，怪不得会因为一本诗集就产生了杀人的恶念。这韩世元又被人抢先劫走了。是内卫府的信号，芙蓉园方向。沈渡，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在马上坐着吗？啊！这。
手。景林，我腿有点麻了，你扶我一下。嘴那么硬，以后就少逞了。去，景林，你快去救人啊！我三姐在上面呢，你快让那位去灭火救人。案情有异，不得妄动。你白无常可以无视人命，我不行。你不救我去救！别过去！小心！是冷烟。来了。飞蛾扑火，朝生暮死，不入轮回，不死轮回。天下之耳，我陈火娥归来兮。陈火娥，5年前的连环杀人凶手，他不是在5年前就当众自枪了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殊死故弄玄虚，见不得光，想必是掩人耳目罢了。竟有人面对我重生的涅槃大阵，还能如此冷静自持，不愧是白无常啊！可惜，即便你是勾魂的无常鬼差，也阻挡不了我陈火娥涅槃重生。那我就拘了你这恶鬼，重回地狱。三娘，三姐 ，Hello， 三姐，丢你了。大阁里，杨长士在此，那看来今夜是永安公主要过问此事了。
可太皇太后身边的牵牛卫也一同出手，倒叫沈某有些看不明白了。这，英王殿下只令我救下韩郎君，其余的奴婢也不知晓。大哥令、杨长史，方才就有人心急唐突了，没有耽误你们正事吧？怪不得能调动御前佩刀的牵牛卫，原来是太皇太后身边的红人，张侍郎。世元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有没有受伤？你没事吧？罢了罢了，你人没事就行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以后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，啊！沈阁令，今日事出反常，还好有你在，日后得让内卫府的人多加操心此事，一定要抓到幕后指使之人，以绝后患。此事本就是我内卫府负责，若不是二位心急，凶手早已伏法。情急之下，多有冒犯，望大阁领海涵。哼，这陈火娥重新现世之事多有古怪，击凶之事，还得仰仗大阁领了。宝环还得回宫办驾，先告辞了。韩世元，殿下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：只要韩郎愿意，殿下的心意并未改变。韩世元，今晚之事，你可有想要说的？我一概不知。弘文馆学子遇害案，六娘已经替你洗脱了嫌疑。今夜，你与严采薇是受害人，如果没有什么想说的，就赶紧带她回严府养伤吧。你这个三姐夫，竟然与永安公主还有张宝环都关系匪浅，真是令人意外啊！是啊，韩世元显然跟张宝环早就熟识，跟永安公主也颇有渊源。可是他们救了他，他却丝毫不领情，还恨不得装作不认识。这其中必有缘故。但是我三姐，看上去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有想过为难你三姐。方才是我莽撞了。一会儿我要去刑部查卷宗，你可要一同前往？哦，去。
来，兄弟们，这里边摆2个，然后这儿再摆2个，门口2个位置都摆2个，灯笼之间都对齐啊！给大哥领上好亮。撤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摆这么多，火烛都不要钱呢。找到了！5年前，恶女陈火娥多地作案，连续杀害了50多名女子。而死去的女子背后都发现了一枚被火焚烧的巨大飞蛾烙印，一时之间举国恐慌，各家有女死者皆闭门不出。最终，恶贯满盈的陈火娥被御茶司抓获，竟然是个面容丑陋的妇人。她狂妄声称自己懂死而复生的秘法，终将归来。陈火娥在缉捕现场拔剑自断心脉而死，临终之前还留下了一句话：飞蛾扑火，朝生暮死。不入轮回，不死轮回。飞蛾扑火，朝生暮死。不入轮回，不死轮回。唐大夫人。这2个案子，从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法没有一丝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单从案情来看，这2个案子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，是个团伙作案。无论是唐大夫人杀人埋尸，还是5年前陈火娥多地凶杀，亦或者是今晚的故弄玄虚、涅槃布局，这都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。这不是简单的团伙作案。就拿今晚之事来看，背后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恐怕这个陈火娥也只是个替罪羊罢了。那今晚的陈火娥，跟5年前伏法的，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？不管是不是一个人，5年前的陈火娥在犯案之后消失，那就说明背后之人已经不需要她了。而5年之后陈火娥再次出现，就说明这个背后之人又有需求了。是啊，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这背后错综复杂，稍有不慎，便可酿成大祸。阿娘，后院的夜香花开了，我便摘了一束给您带过来。如今您一个人在那边，是不是觉得很孤独啊？不如我唱首歌给您听吧。还记得小时候您唱来伴我入眠那首歌吗？莫浪雨，阿婆沉，阿娘年华花不尽，阿爷问句常欢喜，阿娘年华花不尽。谁？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在墓地唱童谣。月黑风高，倒是别有一番风趣。是你呀，鬼面兄，我见过你。
我之前来探望我娘亲的时候，我常常在这附近看见你。你也有亲朋在这附近吗？是啊，我母亲就葬在这附近。哦。嗯，我竟不知这附近还有哪个家族的墓葬。香安城附近的风水宝地，自然被高门贵族和富豪人家买下做了阴宅。无名小鬼只能蜷缩在墓地边陲角落，求一窟地下栖息之所。这块墓地是我爹爹花了很多钱才买下的，确实是很大很气派。可是我知道，我阿娘她也并不想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儿，她也一定希望多交些朋友。所以我猜，我阿娘和鬼面兄的阿娘一定已经成为好邻居、好朋友了。好朋友啊？你倒是有些不同。嗯？你为何戴上面具啊？是因为脸上受伤了吗？我从出生，脸上就有丑陋的胎记，形状可怖。看见过我脸的人，都会被吓得噩梦连连。你想看吗？我等会儿，我做个心理准备。你等我数5个数好不好？5、4、3、2、1。鬼面兄，啊，这就走了？你的手还没有上药，我让沈老管家把府中的各种伤药都拿了过来，看看哪种最适合治这个腰伤。怎么这么严重？小狗咬的，不碍事。沈老管家说有种红色的药，牙牙之前用过，被牙牙咬伤跟被我咬伤应该差不多。是啊，之前牙牙是被一条疯狗咬的，的确差不多。
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？我道什么歉啊？你自己话说不清楚，让人误会。再说了，你受伤了一晚上都不知道让景林包扎一下吗？还非得等我吗？阿都啊，虽是救人，也得注意分寸呐。刚才这一箭若是再偏上1寸，此人必死无疑啊！爹爹，儿子不会说偏的，还要留下活口，以便审讯呢。在下沈度，你还好吗？如今的你，还是我记忆中那个神兵天降的少女。谁？严杏。这怎么会这样啊？你故意的吧？当然不是。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我这就给你洗掉。长夜未央，月色映西窗，你眼中藏匿着星光，一触碰，心恍若烛影，摇了又晃。越在意的越深深隐藏，叶落泛黄，思念又千行。岁月像诗章，浪漫也忧伤，两颗心在朝暮之间碰撞，拥抱来的猝不及防。想和你对影成双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。你乖乖的，风骤雨的阻挡，想要做你的月光，陪你到每一个天亮。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，想和你对影成双，想和你两两不相忘。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，想陪你地久天长，等青丝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。大人，哟，来，溜娘，坐这儿喝点茶，聊会儿天。又有我的什么新传闻了？哪有啊，哪有？没有什么传闻。师傅大人，只不过呢，是我们大家呢一致赞同，咱们刑部
出了个母夜叉，而且这个母夜叉极其的厉害，他敢对白无常吼3吼。可惜呀，到后来还是被白无常倒挂在马上，留下示众。这女子啊，还是要温良恭俭让才好。陆锤锤，你又迟到，你还丧眉大眼的，你昨天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。哼，像什么样子？冯贵，大人，昨晚陈火娥死而复生了啊！内卫府大阁令一早上派人送了卷宗过来，意思这个案子呢……进来的时候，这个负责收阅卷宗的季方明把这个给我了，说是万年县递上来的案子。万年县宣平坊发生了杀人案，死者是此前辞官还乡的官员陈守节的夫人。看死了个女的，大惊小怪的。吴主事此言，莫非只有男人的生死才是大事，女人的性命便不值得被重视了吗？我说什么了啊？这是嫁到了神府，脾气见长啊。好，当我没说。冯贵，那就安排医疗人查查。大人，这仵作的报告写着，死者应死于昨夜，肩膀上出现了浴火的巨大飞蛾，跟5年前陈火娥杀人案那些死者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又是陈火娥。吴主事，还请让我参与调查此案。此事既然和陈火娥死而复生一案有关，理应交由内卫府一并处理。没错，我们刑部插一脚不合适。对，不合适。大阁令虽然是你的夫君，但是你在神府也就是个挨打的份儿。白无常断案，他不会带上你，不会。忠诚大人到，拜见来忠诚。来忠诚。白无常不愿带，黑罗刹倒是很想邀请严书立一同协助调查。吴主事，5年前便是来某负责查办陈火娥一案。严六娘的查案手段，来某早有领教。此次既然也对陈火娥一案有兴趣，不如就此来我御查司就职，助我缉拿真凶，如何？多谢来大人抬爱，下官乃刑部小小书吏，只希望未来可以参加女官选拔，考取书令史之职，并没有改换衙门的打算。既然沈夫人敬酒不吃，那就来日再聚。来忠诚，慢走。停车。英王殿下万安。韩郎，你我也有些日子没见了，今日偶遇，却仍打算躲着我吗？草民不敢。
韩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起身回话。燕王殿下，我不过一介草民，怕污了公主的眼。韩郎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感情的事情自是不能勉强。既然你心中已有了所属之人，本宫自是会成人之美。草民多谢公主大恩。走吧。殿下。